介绍这个震动电钻。那所谓震动电钻就是可以钻墙的电钻。好，那现在基本上因为现在大家都流行无线，那无线的它的那个有一些功能上面的差异跟传统插电有一些不同。那所以我们这边特别为大家拍了一个影片，让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怎么样使用，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到正确的档位上面。那我们今天主角是 Bosch 的 GSP 120，好，跟 Milwaukee 的 FPV。好，那因为现在新形态的震动电钻，因为它机身要做短，所以它档位设计有一些不同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它派进来里面。那主要大部分我会以 GSP 120这边来做介绍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首先拿到电钻哈，我们先从简单的部分开始。大家会看到这两个按钮，好，它前面会有一个箭头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正逆转开关。也就是说，你调到这个按钮，搬进去之后它是正转，搬过来这边按下去是逆转。OK， 那这个部分呢，你在做就很好利用这个功能去做夹头的开闭。你如果要打开你的夹头，就是你握住你的夹头之后，按下扳机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钻头是打开的？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要夹持的工具，好像这次我们放的就是所谓起子头，然后我们把档位调到正转，握住夹头，也不用太快哈，你就是慢慢的稍微 hold 着哈，然后你会听到这嘎嘎嘎的声音，就是所谓它要锁定的一个功能。OK， 那这样就可以夹持住你的要用的工具。OK， 那接下来就是这三个档位，这三个档位是最多人会问问题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。那所谓震动电钻，就是它可以，顾名思义，它可以钻墙。那我们在钻墙的时候，我们会把档位调到这个铁锤。好，各位就想象说，铁锤是用来敲墙壁的嘛。好，那所以唯一要调到这个档位，就是钻墙壁要使用到震动功能的时候。好，那反之，除了钻墙以外的钻孔功能，像钻木头、钻金属，你就把它调到这个档位。好，就是一般的钻头的钻孔功能。OK， 金工、木工我们调到这个档位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起子机的功能。起子机的功能，我们等一下会用影片来对各位介绍。你只有开到这个档位，前面的这个数字功能会开启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区块，这边有两个档位是1档跟2档。那如果大家有考过手排车的话，应该都会知道，1档就是转速比较慢，好，2档就转速比较快。OK， 这很简单，很好理解。好，那我们 OK。那我们现在来跟各位介绍这个起子机的功能，这是最多人他无法理解的一个功能哦。那数字越小，基本上你在锁螺丝的时候，它空转的扭力就会越小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功能是用来保护螺丝的。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像这颗螺丝，假设我们把它锁进去，但是我们不希望它用太大的扭力往下锁，所以我们就先调到1，以后正转下锁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它锁到底之后，它遇到比较大的扭力之后，它会跳脱，用来保护这颗螺丝，让它不要去有一些滑牙或锁断掉的一些动作。好，那顾名思义，扭力数字越大，它越不容易空转。OK， 也就是有的客人会问我说，那20它会不会空转？当然会啊，它遇到它的扭力极限，它还是会空转。那有的客人会说，那如果我不要它空转呢？我要它一直锁下去，就算断了也没关系。好，那你就把它调到这个所谓钻头的档位。OK， 这样都了解了哈，就是再复习一次，数字越小越容易空转，数字越大越不容易空转。那我会建议说，像这种比较小的螺丝，你可以先从1开始慢慢试，如果觉得扭力不够，你就一个档位往上调。好 ，OK， 那我相信刚这样简略的跟大家讲解哈，大家应该都蛮能够了解说它其中用途的差异。那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，这铁锤就是钻墙，也就是震动的功能。这个钻头档就是非钻墙的钻孔功能。然后这个是所谓起子机的功能。OK， 那只有在起子机功能前面的数字会启动。OK。
OK，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片头有提到，就是说新形态的震动电钻，它因为要把它的体积变小，所以它要省略这两个分隔环的一个长度，所以它的机身可以做到比较短。那这边要怎么看？其实一样啊，你这个箭头指在铁锤的时候，这就是震动，转过来就是非震动的钻孔，然后前面它就把起子机直接坐在前面。这些档位就是所谓的起子机的功能，好，调过来就是一般钻孔，就是震动，其他就都大同小异。OK， 好，那各位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我们会不定时拍摄这些教学的小短片哈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订阅哦。OK， 谢谢大家。